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咱们今天的内容是 DC 本家的雕像系列，这是个比较特殊的创意分支——歌坛故事。把产品融入到漫画背景里，当时的蝙蝠侠标志和单独为系列制作的 logo， 包装各面不论是玩具美图还是官图堆砌，都把对应元素融入在了漫画中。大 logo 的表现确实亮眼。产品的出品时间2010年，是个以设计师为主导的小系列，都是围绕着窗与人物，这是这个系列的创作核心，也是这一系列的绝对亮点。尽利用产品外观元素和产品的定位属性相结合，作品的第一定位是个挂壁雕像，更契合的摆放方式应该是拿钉给它钉墙上，而这个雕像的基石场景是窗户，这就让它和挂壁的主题相当契合。墙上挂的是刀枪剑戟还是其他另类的人物建筑，可能都需要理解或是认同，但是窗户这个元素它就足够直白，墙上有面窗户它不需要理解，所以产品挂壁的展示属性第一眼就立住了，挂哪儿都仿佛一面墙上开了一扇窗一样，作品也能很容易的融入到环境里。而基于产品构建所赋予产品的更大创意，应该是产品它极为点题歌坛故事，既由产品形象所表现出的故事性。蝙蝠侠的动作是一脚踏出窗外，准备抛出绳爪，开启的窗子上是密集的弹孔，仿佛房屋内刚刚经历过一场火并。蝙蝠侠却平息了这一切，解决了敌人，并准备跳窗离去。可能房间内已经尘埃落定，楼下是轰鸣的警笛，城市的远处是蝙蝠灯的光影。当然了，你也可以借由这画面说屋里火力太猛，蝙蝠侠没打过准备撤退。基于他这一刻的动态所描绘出的场景就是十分有故事性，会让观众联想到窗外的高楼、歌坛的街景或是屋内的陈设。这种没有完整构建的东西反而给了产品恰到好处的留白和臆想感，让作品故事性立足的是产品表现处理上最精致细腻的，不是蝙蝠侠，是这窗子所延伸出来的窗台、窗框和部分楼宇。不论是涂装还是开模，宝丽石材质在这个时代来讲算是非常精致了。涂装上一用线面的处理也很干净，装饰的铜质感和窗框上的石雕感表现上也比较真实。窗框的圆钮上雕了个蝙蝠，并不是一个写意的蝙蝠标志，它是一个正在飞翔的蝙蝠，所以是不对称的。屋内的装饰可以看到一些彩蛋化的元素，例如说小丑的脸，或是哈利奎因和猫女。再离近看可以观察到他们是在屋内的装饰画上，不过你把它当作隐匿的小丑的影子也没问题。屋内的所有刻画实际上都是一张不干胶，而且因为年代久远，这位置可能都有点起皱了，但是人物对于这个窗口的填充感和遮挡的效果倒是没有破坏掉这个屋内的理想之美。人物突出的重心前倾、探颈，手上抓握的飞爪蝙蝠镖，绳索是铁丝儿，也可以做一定的塑形。踏步、握拳、抬手准备扔出抛绳爪的这个造型，在动态和动势的表现上处理也比较理想。这条腿的发力感，马上就要踏出这个窗户的感觉也传达到了。披风翻卷比人物更提前飞出窗户，按物理角度来说不算太合理，而且他先翻出去容易绊着人。不过就一个漫画造型、雕像作品来讲，飞出的披风确实是为蝙蝠侠增添了气势，且丰富了作品的构图。蝙蝠侠是我们熟悉的缄默形象，同时其主刊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型，选择它为蓝本也没问题。人物的涂装很干净，披风黑里子这个设计和里子上恰到好处的光感，确实是为造型层次感有所增色。人物头雕和身体肌肉的雕刻精度不算高，但是综合其产品尺寸来讲，做的已经算比较出色了。这个产品因为结构比较复杂，看起来有好几层，但实际上到最高处也只有 5.5 寸，也就是说整个场景还没个可动人形高呢。我拿手比了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尺寸之下涂成这样、雕成这样，已经算是比较精致细腻的了。另一个让这个作品值得肯定的是它的产品属性不单一，不强制挂壁。挂壁这个东西对摆放场景需求还是挺高的，墙上得打钉，位置要合适，所以很多单一的挂壁产品它都有较高的摆放门槛。这个产品就具备完善的双配置，挂壁的装配位和摆放的支架，这样即使产品不满足第一的挂壁雕像需求，也可以通过支架让它成为一个有创意的立体画框，同样显得新颖。这一时期的产品还有附属的收藏证书，就是一张纸，增加仪式感的手段，在 DCC 时代开始取消了，这个并不合理。DC 本家的歌坛故事系列蝙蝠侠，这是我个人非常青睐的一个小系列，把产品场景外观和产品属性巧妙地糅合在一块儿，并利用产品本身去讲述故事，
把玩家带入到产品中，这个理念是相当新颖且超前的。极其迷你的尺寸，但它所表现的内容信息是相当丰富的。这是许多今日巨型的产品雕像在刻意堆料后都不能企及的。好的创意和创作思路会为产品留下不褪色的印记。那么好了，今天这期咱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边浮云，咱们下回见。